五一假期跟好龟龟特种兵旅游，遭遇末世，丧尸围堵，死于非命。一睁开眼，我和闺蜜都重生了。映入眼帘的是无比熟悉的脸，丝丝的眼睛通红，像是刚刚哭过。我俩面面相觑，一瞬间，你也重生了。我伸手摸到床边的手机，看了眼时间，2026年5月1日上午10点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5个小时。5个小时租房太勉强了，还要囤物资，在邻居眼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打车离开 C 市吗？对，我们离开这里，我去搞一辆房车，离开 C 市，一路向北。我眼睛一亮，租房车确实是个好办法，打定主意说干就干。我在个大平台拼凑了20万，思思负责去租房车，我负责去附近的大型综合超市购买食物等物资。推着购物车先去了速食区，袋装方便面、红烧牛肉，还有各种零食全部买上。后面又搬了10几箱的火腿肠，还有午餐肉罐头，最后囤了30箱的矿泉水，外加10箱纯牛奶。突然感觉到腹部隐隐作痛，应该是生理期要来了。还好我在超市找到了它颜色深藏 blue 卫生巾，因为我平时经期的量特别大，深藏 blue 不仅吸收好，末世下时间长忘记换也不会侧漏，吸收快而且也没有黏腻感，量大也不怕漏。我把货架上所有的深藏 blue 都放进购物车，所有货物堆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挺担心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思思租的房车够不够大，不知道能不能全部放进去。就当我拿出手机，发现还有2个小时丧尸就爆发的时候，思思发来一条信息，房车已经办理好租赁手续，等我加满油就出发。看完信息，总觉得还漏了什么。我又去了生活用品区域，拿了10个卡式炉、便携式帐篷、加厚睡袋、一套户外生存刀具。下午1点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2个小时，我终于等来了思思的房车。我们赶紧把货物都往车上面搬，可我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们还没有囤积药物。那你先去买药，这里我一个人就行。我一路小跑到超市门口的药店，消炎药、感冒药、退烧药、腹泻药、医用绑带、创可贴、酒精、碘伏、消毒水，通通来一些。等我到收银台结账时，我往外面看去，发现一个女人突然朝一个男人扑了过去，男人毫无防备，瞬间被扑倒在地，几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长空，一瞬间我的汗毛倒立，这个场景简直是太熟悉了。我下意识去看手机上的时间，下午2点42分，丧尸提前爆发了。我赶紧拨通了思思的电话，丧尸提前爆发了，超市门口已经有人变异，不管搬完了没有，你赶紧离开那个地方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我在附近500米的超市门口。说完我就挂掉了电话。小姑娘，你刚刚说这是什么？是丧尸吗？我点点头，然后赶紧往外面走去。老板立马开始关卷帘门，由于卷帘门的声音太大，吸引了附近一只丧尸。我赶紧拿起地上的灭火器，直接用力的丢了过去，灭火器重重的砸在了丧尸的脑门上。房车也在这个时候开了过来。上了房车的我内心一阵后怕，但是看到一整车的物资让我开心起来。房车如同离弦之箭般往城市外面开去，后面的丧尸依旧在紧追不舍的跟着。临近黄昏，我们才驶离市区，开上310国道，一路向北。当天晚上，手机收到一条简讯，国家呼吁居家隔离，等待救援，请不要恐慌。网络媒体上，丧尸爆发已经冲上热搜，各种消息铺天盖地，和上一世一样。但这一次，我们不再被动等待救援。天黑后，我们把车停在国道边的空地，熄灯、关窗，拉上隐私帘，只留换气扇。晚餐用微波炉加热了牛排，牛肉香味溢满房车，这在末世已经算奢侈了。晚上我们轮流值守，随时准备跑路。思思靠在沙发上，小声问：这次我们能活下去吗？当然能，既然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，就是要让我们活下去的。第二天天蒙蒙亮，空气里隐隐传来腐烂的气味。我发动车子，刚驶上主路，后视镜里就看到旁边树丛里冒出3、4只丧尸，他们张牙舞爪地追来，被房车远远甩在后面。末世第10天，网络瘫痪，好在房车顶有4块太阳能板，日常用电够用。我调弄收音机，居然收到了官方频道，官方每天公布物资投放和围剿进度，以及各地死亡数，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压在心头，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亲人。末世第20天，路边发现一辆被遗弃的越野车，我拎着一个备用油箱和橡胶管跳下车，撬开引擎盖，找到燃油管，把橡胶管插进去，用嘴一吸燃油，顺利流进油箱。随后我在后备箱里搜出一把铁铲和一套鱼竿，估计原车主也是一名钓鱼佬吧。我拎了拎铁铲，重量趁手，直接拿
走。10点钟方向有一只丧尸，我拎着铁铲就冲了过去，不等丧尸反应，哐啷，丧尸3两下就被解决了。绿色的液体令人作呕。之后沿途只要遇到遗弃的汽车，我们都下车抽油，勉强够行驶消耗，储存不了1点。末世第80天，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广播报道，专家预测巨省将有大范围尸潮爆发，政府将通过炸毁出省交通要道阻止扩散，并公布了炸毁道路名单。我们俩两眼一黑，要炸的正是我们出省的必经之路。思思刷着地图骂了一声，那我们就绕路吧。我看着手机离线地图，这里有条小路，翻越龙潭山，绕山路，燃料是大问题，山林里人烟稀少，没有车给我们补给。那不如进城干票大的，去加油站。之前我一直不同意，觉得太危险，但现在别无选择。我们到达临近城市的加油站已经是傍晚，附近游荡着7、8只丧尸。我停好车，拎着铁铲跳下去，思思拎着斧头紧随其后。我负责清理丧尸，思思负责加油。弄完这一切，最后在加油站找到了几箱矿泉水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混乱的脚步声。我站在房车门台阶上，踮起脚往远处眺望。隔着一个街道，一大群丧尸如潮水般涌来。快走，有丧尸群！思思反应很快，马上启动车子。我关上门的瞬间，突然从加油站小超市里冲出一个男人，他来到门前哭喊着：“求求你们，救救我们吧！我女儿高烧不退，没有药，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我犹豫了片刻，看向思思。男人见我们没打算开门，随即又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我在里面看见你们打丧尸，这么厉害，就把我们给带上。”抱歉，我们物资有限，带不了你们，但可以给你药。丧尸群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随即我从车窗丢下一些药品。思思也发动车子，一脚油门，房车疾驰而去。从后视镜里看到男人愣愣地捡起袋子，又赶紧冲回小超市。丧尸大军浩浩荡荡跟在房车后面，直到天色渐暗才逐渐停下脚步。思思沉默了很久，小声说：“其实，我想救他们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我也是，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，能给的都给了。其实我偷偷塞了几块巧克力和几袋压缩饼干。在末世，善良是最不值钱，却也是最宝贵的东西。末世第100天，我们在龙潭山迷路了。为了节省燃油，我们将房车停在一处茂密的树林里，让思思留在原地。我去附近探路，我翻过一条小溪，在一棵樟树下找到了昨晚布置的简易捕兔架，陷阱被触发过。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。话音未落，远处山头传来一声枪响，几只大鸟扑动着翅膀飞走。我顿感不妙，这一片还有其他人，而且他们还带枪。我赶紧赶回房车，此刻车门窗紧闭，平常思思都会开门开窗透气，现在四周都安静的可怕。我小心翼翼走向前，敲门。思思，是我。我一进去，思思就扑过来抱紧我。刚刚有人出现在我们房车附近，我看到后就赶紧把门窗全部关上，躲起来，也不知道被发现了没有。没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一边安慰着思思，眼睛不由得往窗外望去。一架无人机从树枝间飞过，也就是说我们被监视了。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被监视了，这里不安全。无人机也是跟他们是一伙的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有枪，我们跟他们对上，胜算很低。思思点头，马上去驾驶室发动车子。房车在林间一路疾驰，我往后视镜一瞥，刚好可以看到跟在我们后面的无人机。如果只是出于好奇，见到房车离开应该就会返航，但是这样一路跟踪，只能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被人盯上了。傍晚无人机突然返航，没有再继续跟踪，我们将房车直接停在林间的空地，紧闭车窗，熄灭所有的灯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凌晨3点，在房车监控画面上有2个人影鬼鬼祟祟靠近车子，其中一个男人啧啧称赞：“这辆重卡房车真不错。他们2个小姑娘住得明白吗？”“肯定住不明白啊，要我们刀哥去心疼心疼。”“你别说，他们俩身材挺好，年纪轻轻就开这么好的车，指不定是给人当小老婆呢。”矮子掏出一把小刀，看样子是想扎轮胎。房车里我突然打了个响指，车子前后6盏探路灯毫无预兆的被打开，巨大的灯亮晃得他们一瞬间睁不开眼。我躲在车顶，趁机将1桶油浇在他们身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小兔崽子，给我等着，不要让我抓到你们！说着，他俩就要来爬房车，想上来抓我。我一个闪身，从天窗滑进了车里面。与此同时，思思配合默契的一脚油门冲了出去，2个人因为重心不稳加手滑，双双摔倒在地上。我从副驾驶的车窗探头，将一个卡式炉气罐改装的炸弹点燃，冲他们投掷过去。那2个人刚爬起来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吓得又往旁边躲。气罐落地，瞬间发生小范围爆炸，炸的那2个人狼狈扑腾。思思紧握方向盘，指节发白，紧盯前方崎岖山路。我靠在副驾，攥着卡式炉气罐改装的土制炸弹，掌心全是汗。怎么样，甩掉了吗？
我看后视镜，漆黑一片，车顶监控同样空无一人。暂时甩掉，但不能停，他们很可能有车。思思咬牙踩下油门，房车轰鸣着在盘山公路艰难攀爬。天亮时，油箱指针已掉至红线以下1/4，龙潭山仍看不到尽头。更麻烦的是，这里没有丧尸，却有比丧尸更可怕的东西。末世第103天，我们在一条溪流边停下来加水，我把车顶的水桶全部卸下来，一只一只的往溪边搬。回去用净水片泡一泡再喝，虽然看着干净，万一有腐尸在上游就完了。我嘴上应着，眼睛却一直扫着四周的林子。这片林子太安静了，我的后脖梗一阵阵发紧。思思，动作快点，这里不安全。我们两人合力把水桶搬上车，顾不上固定，我直接跳上驾驶座，发动了车子。就在房车启动的瞬间，车窗外的林子里，一群尸潮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还好我们走得快，不然被追上了。对了，苏苏，你说那天加油站那对父女现在还好吗？其实我一直在后悔没有多给一点。你已经给了你当时能给的全部了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脊上收到了无线广播信号。这一次不是官方频道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带着严重杂音的女声，语气急促但还算清晰。这里是北部军区第7安全基地，坐标北纬36度12分，东经117度4分。基地已全面接管 H 省 T 市城区，建有完整围墙和隔离区，水电医疗设施齐全。目前基地容纳人口23000人，开放接收幸存者。重复一遍，这里是北部军区第7安全基地。思思几乎是扑到收音机前，颤抖着手把频率调得更精确，杂音渐渐消减，广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播报，背景里隐约能听到电流噪音和某种大型发电机的轰鸣。有电，苏苏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有电，有医院，有2万多人。我也很激动，但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上一世，国家确实建立了一些安全基地，但我们被困在 C 市寸步难行，能了解到的信息少得可怜。不过广播里提到的坐标和我们现在的位置直线距离大约不到300公里，如果能翻过龙潭山进入 F 省，再往北穿过一个省份就能到达。上次加油站加的油应该能坚持到出山。思思把收音机调到最大音量，那个女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安全基地的坐标和信息。思思听得眼眶发红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喃喃自语2万多人，他们有2万多人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末世100多天了，我们见到的活人屈指可数，加油站那对父女，山林里那2个想害我们的男人，仅此而已。现在突然知道有一个地方聚集了2万多名幸存者，有电有水有医院，那种感觉就像溺水的人终于看到了一艘船。别高兴太早，300公里直线距离，但我们现在连龙潭山都没翻过去，油箱只剩不到1/4。思思被我泼了冷水，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反驳，深吸一口气，够的，我们省着开，下坡路段滑行，一定能撑到出山。我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山林间一片死寂。昨晚那2个被我们烧伤的男人没有再追上来，但我知道这并不代表安全。这片山里藏着什么，我们心里都没底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们用尽了所有省油的办法。下坡时空挡滑行，平路时保持匀速，遇到上坡就咬牙踩油门硬扛。房车像一头精疲力竭的老牛，在盘山公路上吭哧吭哧的爬行。末世第105天，我们终于看到了出山的希望。那是一块歪歪扭扭的路牌，上面写着 F 省界，前方20公里。思思看到路牌的时候，眼泪直接掉了下来。她没说话，只是死死攥着方向盘，把油门踩得更稳了些。我也没说话，把铁铲横在膝盖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的路。越靠近省界，路上的景象就越触目惊心。据省为了阻止尸潮扩散，炸毁了出省的主要通道，但我们走的这条小路显然不在爆破名单上。然而，路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车辆，有的撞在山壁上，烧得只剩骨架；有的车门大开，座椅上留着大片黑褐色的血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臭味，即便关着车窗也能隐约闻到。这里千万别停车。思思点点头，握着方向盘小心地绕过那些废弃车辆。他的技术在这3个多月里练出来了。6米长的重卡房车在狭窄的山路上左拐右绕，硬是没有碰到任何一辆废车。油箱指针已经掉到红线以下，警示灯早就亮了起来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催命的倒计时。这个还能跑多远？思思看了一眼仪表盘上显示的剩余里程数，心里默默算了一下，最多50公里。够了，出了山就是 F 省的地界，应该有加油站。这50公里是理论值，实际上山路崎岖，车重超载，真实续航大概率要打个折扣。而我们能不能在油耗尽之前找到补给，完全是个未知数。下午2点，房车终于驶出了龙潭山，视野豁然开朗，山区公路变成了平缓的丘陵地带，远处的天空灰蒙蒙一片。但对我们来说，这已经是末世以来
见过的最开阔的风景了。思思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肩膀明显松了下来。出来了，我们真的出来了。我却没有放松警惕，出山意味着离开了相对安全的无人区，进入了人口密度更高的区域。有人就意味着有丧尸。果然，车子开出不到10公里，路边开始出现零星的丧尸，他们零零散散地游荡在公路两侧的荒地里，有的听到发动机声响，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追过来，但很快就被甩在身后。还好能够通行。我的眉头却越皱越紧，丧尸的数量在逐渐增多，从零星几只变成3、5成群，再变成10几只的小型尸群。他们虽然追不上房车，但每次从他们旁边驶过，那些齐刷刷扭过来的腐烂面孔，还是让人头皮发麻。往前60公里是个县城，穿过去之后上高速，一路往北就能到 T 市。县城不能走，人口密集区域，丧尸数量不敢想象。那绕路从县城外围的乡道穿过去，多绕大概40公里。我飞快地算了一笔账，多绕40公里，我们的油绝对不够。但如果直接穿过县城，万一被困在里面，那就不是油耗的问题了，是能不能活着出来的问题。绕油的问题，路上想办法。思思没有反对，直接在下一个岔路口拐上了乡道，路况比国道差了很多，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上长满了杂草，显然是废弃已久的乡村公路。苏苏，这点油我们到不了 T 市。我死死盯着前方的路，脑子里飞速运转。15公里的续航，我们需要至少跑60公里才能穿过这片区域进入 T 市地界，差距太大了。找车，路边只要有废弃车辆，我们就停。又开了5公里，路边终于出现了一辆侧翻在田埂上的面包车。我让思思把房车靠边停下，拎着橡胶管和备用油箱就冲了下去。面包车的油箱盖子已经被人撬过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思思从车窗探出头来，快上来，后面有丧尸过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7、8只丧尸正从村庄的方向朝这边移动，距离大概300米，速度不快，但方向很明确，冲着我们来的。我拎着空油箱飞快地爬回车上，思思一脚油门冲了出去。接下来的10公里，我们又停下来3次，检查了2辆轿车和1辆皮卡车，全部被抽干了油。这附近的幸存者显然和我们想到了一处，早就把能搜刮的油都搜刮干净了。油箱的剩余里程数跳到了5公里。苏苏，这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太对。房车的发动机声音已经开始变得不太对劲，偶尔会传来几下顿挫感，那是燃油泵吸不到油的征兆。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前方的路边出现了一个加油站。思思眼睛一亮，就要打方向盘靠过去。有救了。等等，你看加油站的柱子。思思定睛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加油站的柱子上、墙上、地面上，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。便利店的玻璃门碎得只剩一个框架，里面黑洞洞的，像是某种巨兽张开的大嘴。更要命的是，加油站附近的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着10几具丧尸的尸体。有人来过这里，而且这些人很能打。我的目光扫过加油站，突然定格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，那里散落着几个弹壳，不是冷兵器，是真枪实弹的弹壳。我脑子里瞬间闪过龙潭山里的那声枪响，还有那个一路跟踪我们的无人机。是他们，龙潭山那伙人，他们也出山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需要油。我点头，不管这个加油站有没有被人搜刮过，我们都要下车看看，因为这是最后的希望。思思把房车停在加油站入口处，我从车上跳下来，手里紧紧握着那把铁铲。思思拎着斧头跟在我身后，我们2个人一前一后，小心翼翼地朝加油机走过去。走近了才发现，加油机的显示屏一片漆黑，地下油库的盖子倒是完好无损。我蹲下来检查了一下，盖子上的锁已经被撬开了，但撬锁的人显然很匆忙，锁芯的位置还留着一把断掉的钥匙。他们撬开了，但没来得及抽油。话音刚落，便利店就冲出一只丧尸，他跑得很快，快到完全不像是3个月前的丧尸。丧尸在进化，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，但来不及多想，思思抢在我前面，双手抡起斧头，一记横劈，直接毙命。这不对，这只丧尸的速度比之前的快太多了。丧尸在进化，他们正在变得更难对付。思思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用力攥紧了斧头。我们检查了一遍便利店，确认没有其他丧尸后，才开始着手抽油。油箱满格的那一刻，我和思思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劫后余生的庆幸。天快黑了，不能在这里过夜。思思点头，正要发动车子，突然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，不是发动机的声音，也不是丧尸的嘶吼声，那是脚步声，成千
上万的脚步声，我和思思同时僵住。我从副驾驶车窗探出头，望向加油站外乡道，血液瞬间凝固。远处旷野上，一道黑色浪潮正缓缓推进，那不是水，是成千上万蹒跚移动的丧尸，密密麻麻，望不到边际，被无形力量牵引着从南向北横推而来。开车，现在马上离开这里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房车的发动机咆哮着启动，思思把油门直接踩到底。6米长的重卡房车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，冲出加油站，冲上乡道，朝北方狂奔。尸潮在我们的右侧方向，距离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，肉眼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片黑色的浪潮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推进。他们似乎察觉到了房车的动静，最外侧的丧尸开始朝我们的方向移动，越跑越快，很快就有上百只丧尸脱离了尸潮主体，朝我们追来。他们太快了。思思死死盯着后视镜，那群丧尸的奔跑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任何一只。虽然还是追不上全速行驶的房车，但和3个月前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不要回头，朝 T 市的方向开。他们追上来了吗？我看了一眼后视镜，追过来的丧尸大概有200-300只，跑在最前面的已经接近到距离房车不到200米的位置，他们的面孔在黄昏的光线下格外狰狞。追上了，但别停，继续开。他们为什么一直追我们？散开去追别人不行吗？因为这里没有别人，我们就是这片区域里唯一的活人。油箱加满后的续航里程显示是450公里，到 T 市安全基地只剩不到200公里。按照常理，我们的油绰绰有余，但问题是尸潮的速度太快了。他们虽然追不上全速行驶的房车，但始终掉在后面，不远不近地跟着。每次思思想要减速过弯或者避开障碍物，他们就会趁机拉近距离。这种拉锯战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，油箱的指针从满格掉到了1/4。还有多远？按地图显示，还有不到40公里进入 T 市地界。40公里，油箱还剩1/4，理论续航100公里出头，够是够的，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再被尸潮拖住。然而命运显然不打算让我们如愿，房车驶过一段塌陷的公路时，右后轮碾进了一个深坑，整个车身猛地一震，好不容易稳住车身，但车速不可避免地降了下来。就这几秒钟的减速，尸潮追了上来。我听到车顶传来重物落下的声音，紧接着是第2声、第3声，有丧尸跳上了车顶。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螺旋桨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震耳欲聋，是直升机。然后枪声响了，机载重机枪，那种密集到几乎连成一串的恐怖射速，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扫向后方的尸群。跑在最前面的丧尸在密集的火力下像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，车顶上的丧尸也被击落下来。士兵朝我们打着手势，思思猛地踩下刹车，我瘫在副驾驶座上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刚才那一路亡命狂奔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，现在安全了，反而控制不住的发抖。思思松开了方向盘，她转过头看着我，满脸是泪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但她笑了。到了，苏苏，我们安全了。